你是不是觉得无论多努力都难以摆脱贫困的阴影？是不是常常告诉自己，这就是我的命，逃不掉的贫穷？但如果我告诉你，这一切都可以改变，你信吗？今天我们要揭露10个让无数人陷入绝望的陷阱——穷人思维。这些思维模式可能正悄无声息地毁掉你的财富梦想。但别担心，我们不仅要揭示这些思维，还会告诉你如何突破它们，实现逆袭。1. 等我有钱了再说。你是不是老想着等我有钱了就投资自己？这句话你是不是也说过无数次？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中，你是否还在用这种安慰剂麻痹自己？每天重复着同样的生活，期待着未来的财富奇迹。但我们要直面现实，成功和财富从不会因为你的等待而静悄悄地降临。根据福布斯的调查，超过 85% 的百万富翁是自我打造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最初并不富有。这说明什么？成功者从不等待完美时机，他们创造时机。张明曾经是一位普通的办公室职员，在北京一家中等规模的公司工作。他经常有很多关于自我提升和发展的想法，比如学习编程、投资股市或开始一个小生意。然而，每当这些念头冒出来的时候，他总是告诉自己等我有钱了再说。因此，连续1年，他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也未能累积任何财富。然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张明参加了一个关于个人财务管理的免费讲座。讲座中的一个案例深深触动了他。案例讲述了一个普通工人如何通过持续学习和小额投资，在10年内实现财务自由。这激发了张明的行动力。他开始意识到，持续等待有钱那一天可能永远不会来。他决定改变。首先，张明从每月的薪水中划出一小部分用于投资和学习。他报名参加了在线编程课程，并用剩余的钱购买了一些股票。虽然开始时进展缓慢，但他没有放弃。经过不懈的努力，张明不仅提升了自己的技能，而且他的投资也开始见到了回报。5年后，张明已经完全转变了自己的职业轨迹。他成为了一名成功的软件开发者，并且他的投资组合也实现了稳定的增长。更重要的是，他通过自己的经历激励了周围的人开始投资于自己的未来。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等我有钱了再说，这种思维可能会让你错过无数机会。每一天的等待都是对生命的浪费。你可能也错过了学习新技术的最佳时期，或是投资于早期市场的黄金机会。那么，如何突破这种思维呢？从现在开始设定具体目标，不是空泛的将来要富有，而是本月我将学习并掌握一项新技能。不需要大额投资，从小额、周期短的投资开始，这样既减少风险，也能逐步积累经验和财富。2. 别人怎么想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我不在乎。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听到有人豪言壮语。然而，在这个看似自信的表态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心理矛盾和社交困境呢？这种态度是否真的有助于个人的成长与进步，还是仅是一种自我设限的保护色？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这句话听起来充满力量，似乎反映了一个人的独立和自信。但实际上，这往往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绝大多数人在某种程度上都会担心别人的看法，因为作为社会性动物，人类的自我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是透过他人的反馈形成的。一项涉及50名成年人的调查显示，超过 70% 的受访者承认他们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人意见的影响。更有研究表明，人在无形中会限制自己的行为和选择，以符合他人的期望，以此来获得认同和接纳。那么，这种不在乎真的能带来自由吗？事实上，当我们宣称不在乎别人的看法时，往往是在无意识中表达了一种担忧和恐惧。我们害怕被评判，
害怕不被接受。这种心理矛盾让许多人陷入了内心的挣扎和社交的困境。但是，当你开始敞开心扉，积极面对外界的评价，用一个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和反思这些反馈，情况又会怎样呢？你会发现，随着自我提升和行为的改变，外界的评价也会逐渐转变。人们更倾向于欣赏那些能够反思和成长的个体。李娜曾是一位极度害怕社交评价的职场新人，她经常用"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来掩饰自己的不安和焦虑。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她接受了公司提供的心理辅导服务。在心理师的引导下，李娜开始尝试从别人的反馈中寻找成长的空间，而不是一味的排斥。几个月后，李娜的变化让所有人刮目相看。她不仅在工作中变得更加主动和高效，而且在团队中的人际关系也得到了显著改善。她学会了倾听，学会了从批评中体验出有价值的信息。她的职业生涯因此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真正的不在乎不是忽视别人的看法，而是不被他们限制。当我们能够从他人的反馈中提取价值，用一个成熟的视角看待自我改进的必要性时，我们真正实现了心理的自由和个性的独立。这种自由不是对外界的排斥，而是对自我的深刻理解和接纳。所以，下次当你想说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时，不妨去问自己：我是真的不在乎，还是在害怕面对真正的自我？当我们能够诚实地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就已经在通往自我成长的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3. 我不配拥有太多，我不值得拥有成功和财富。这种想法是否曾在你的脑海中回响？很多人深陷进入自我设限的思维模式中，他们不自觉地将自己与成功和富足隔绝。但是，真的应该如此吗？这种思维真的合理吗？是不是我们应该挑战这种限制，释放自己真正的潜能？心理学家认为，自我价值感的低下往往源于早年的经历和环境影响。如果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常接受到负面的反馈，比如被告知你做不到或你不配拥有，这种信息会逐渐内化成为个人的自我认知。一项涉及1万人的研究发现，那些自我价值感低的人，其成功率和财富积累远低于自我价值感强的人。这种自我限制的思维模式不仅影响个人的职业发展和经济状况，还可能导致严重的心理问题，如抑郁和焦虑。根据美国心理学杂志的报道，长期的自我贬低会大大增加患心理疾病的风险。但最悲剧的是，这些后果往往被那些深陷其中的人忽视，或认为是命中注定。那么，如何挑战并改变这种我不配拥有太多的思维模式呢？首先，我们可以尝试认知行为疗法。这是一种通过识别和改变负面思维模式来提高自我价值感的有效心理疗法。其次，设立小目标并庆祝成就。通过设立实现可能的小目标，并在实现后庆祝，可以逐步建立成功的经验，从而增强自我价值感。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最后，改变自我对话的内容，从负面的自我批评转变为正面的自我肯定。杨林是一位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周围的人常常对他说：“你是农民的儿子，注定了没有大出息。”这种话语让他深信不疑，觉得自己真的不配拥有更好的生活。然而，在大学期间，一位老师的鼓励使他开始尝试改变。他开始参加各种辩论赛和演讲比赛，逐渐发现自己的潜力。通过不断的努力和自我挑战，杨林最终不仅成为了学校的辩论冠军，还获得了一家大公司的优秀实习生奖学金。
现在的他已经完全不同于初入学时的自己。我不配拥有太多是一种毁灭性的自我设限。通过敢于面对和挑战这种思维，我们不仅能够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还能提升整体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就像杨林的故事一样，每个人都有能力改写自己的命运。从现在开始，抵制自我设限，拥抱可能性，你将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4. 这是命中注定的，这是命中注定的。你是否也曾这样自我安慰，将失败的责任推给了不可抗力的命运？在经济和职业发展中，很多人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命运的安排，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是不可改变的。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历史和现实不断向我们展示，只有敢于挑战命运的人，最终能够改写自己的人生故事。在心理学中，这种被称为外部控制源的现象，指的是人们相信自己的行为和生活的结果主要由外部力量控制。研究显示，那些拥有外部控制源信念的人，往往比较消极，不愿意为改变自己的境遇而努力。一项涉及2000名成年人的研究发现，认为命中注定者的职业成功率和经济增长远低于那些认为自己能控制自己命运的人。历史上的无数逆袭故事告诉我们，命运不是预设了轨迹，而是可以被改变的路径。从古代的奴隶斯巴达克斯到现代的科技巨头史蒂夫·乔布斯，这些人的共同点是什么？他们不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是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坚持，最终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和世界。李强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从小被告知他的未来不会比父辈好。这种宿命论的观念深深影响了他的初期人生选择。然而，一次偶然参加的创业讲座彻底改变了他的思维。他开始意识到，命运不是固定的，每个人都有能力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李强决定自学电子商务，通过网络课程和勤奋的实践，他逐步掌握了网店运营的技能。此后，他创办了自己的电商公司，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经济状况，还为当地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这是命中注定的，只是一个逃避责任的借口。每个人都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通过改变思维方式，设定目标并付出行动，我们可以打破宿命的枷锁，开创属于自己的光明未来。5. 节约就是一切。在这个消费高速发展的时代，节约似乎成了金钱管理的不二法门。但是，当节约演变成一种极端的节俭，它真的能帮助我们实现财务自由吗？或者，这种极端节俭实际上是在阻碍我们的财富增长？节约就是一切，这句话听起来无懈可击。然而，过度的节俭往往会导致我们在更重要的领域，如教育、健康和投资上的投入不足。经济学人的一项调研发现，过度专注于日常小额开支节俭的人，通常在重大理财决策上表现得过于谨慎，因而错失了不少积累财富的良机。理财的真正艺术不在于如何节省每一分钱，而在于如何合理配置每一分钱。资金的增值需要通过投资来实现，而不是单纯的存钱。财富杂志的报道显示，长期的投资回报远远超过了简单的储蓄带来的利息收入。这意味着适度的消费和投资自己，如教育和健康，可能比单纯的节俭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持续的学习和技能提升是提高个人市场价值的最直接方式。一个具体案例是李华，一位普通职场员工，通过在业余时间在线学习数据分析，成功转型成为一名数据科学家，薪资增加了3倍。另外，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定期的体检和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够减少未来高昂的医疗费用，避免了因生活习惯病导致的高额医疗支出。那么，我们如何界定节俭？节俭是每天省下一杯咖啡的钱，还是投资于自己的未来以实现更大的财富增长？是否应该将目光聚焦于短期的小额节省，还是应该展望长远，通过投资自我实现财务的飞跃？
张力是一个典型的节俭者，他曾因为极力节省每一笔开销而感到自豪。然而，当他意识到自己因为没有投资于进一步的教育和健康而错失了更高的职位和更好的生活质量时，他开始重新评估自己的节约策略。通过适度的消费和对教育的投资，张力不仅获得了职业上的晋升，还改善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节约。节约绝不应该是限制自己的一个借口，而应该是一种促使我们更智慧地使用资源的方式。当我们开始重新定义节约，将其视为一种投资自我和未来的手段时，我们将能够真正实现财务的自由和生活的丰富。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挑战那些陈旧的节约观念，为自己的未来开启真正的财富增长之旅。你准备好改变对节约的定义了吗？6. 我不需要计划，随遇而安。我不需要计划，随遇而安。这句话听起来洒脱自在，但当它涉及到财务管理时，却可能是通往失败的最快捷径。你是否也曾这样想过？生活就是要随性一点，计划看起来死板。但你是否意识到，没有计划实际上是在为失败计划？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随遇而安可能意味着将自己的未来交给不可控的外部环境。数据显示，那些缺乏财务计划的人往往在面对经济危机时束手无策。根据《金融时报》的一项研究，超过 60% 的家庭因缺乏财务计划，在经济下行时期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你真的想将自己的命运置于无计划的漂流中吗？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比喻开始，你不会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驾船穿越大海吧？那么，为什么在财富的海洋中，你会选择随波逐流？当今社会财务状况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表明，我们必须具备前瞻性的计划，否则我们将迷失在这片巨大的财富海洋中。研究表明，有财务计划的人，其财富积累速度是没有计划者的2倍以上。更令人震惊的是，缺乏计划的个人在面对突发经济状况时，更容易陷入长期的债务危机。随遇而安的态度看似轻松无忧，但它却掩盖了一个严峻的现实：你正在放弃对未来的掌控。真正的自由并非来自于无计划的随性，而是通过精心设计的计划实现的。通过制定详细的财务计划，你可以掌握自己的财富命运，而不是任由外界因素摆布。要想破局，我们要设定明确的财务目标。无论是短期目标，如1年内存储 20% 的收入，还是长期目标，如10年内买房，明确的目标是财务计划的核心。其次，制定详细的行动计划。仅有目标是不够的，你需要具体的步骤来实现这些目标。这包括每月的储蓄计划、投资组合的设计以及支出的控制。王明是一位刚刚步入职场的年轻人，他曾认为生活应该随遇而安，他没有储蓄计划，也没有考虑过未来的财务需求。直到某一天，他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失去了工作。没有任何积蓄的他陷入了财务困境，不得不依赖信用卡来维持生活，而最终他陷入了高额的债务漩涡。这时，王明意识到没有计划的生活是多么危险。他开始认真制定财务计划，包括储蓄、投资和支出管理。几年后，王明不仅摆脱了债务，还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他从这次教训中学到了一个重要的道理：财务上的随遇而安，注定要为此付出代价。我不需要计划，随遇而安或许是一种逃避的借口，但现实却不允许我们如此轻松。如果你希望在财富的海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乐土，必须从现在开始制定你的财务计划，掌控自己的航向，而不是任凭命运的风暴将你推向未知的领域。现在就开始行动，不要让随性成为你财务成功的障碍。7. 赚钱的事太复杂。在金钱的世界里，复杂性像一堵高墙，许多人在其面前止步不前。有人说赚钱的事太复杂，我宁愿不碰。但真的是复杂性太高，
还是我们的恐惧在作祟？金融市场的波动、投资的多样性、税务的繁琐，这些复杂性确实存在，但它们也代表着知识的深度和机会的广度。那些能够理解并应对金融复杂性的人，其财富增长速度普遍快于那些选择避开复杂性的人。心理学家指出，对复杂性的恐惧常常源于对未知的恐惧和对失败的担忧。这种心理状态可以导致逃避行为，使人错失发展机会。你是否也曾因为事情太复杂而选择放弃？面对复杂性，我们有2种选择：逃避或是成长。选择成长意味着接受挑战，通过学习和实践来克服难题。每一个通过努力解决复杂问题的过程，都是个人能力的提升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张磊，他是一位普通职员，曾对股市的复杂性感到畏惧，从而一直避免投资。但在经历了一次公司组织的财务规划培训后，他开始改变看法。他逐步学习股票和基金的基本知识，并在一位经验丰富的同事的指导下开始了小额投资。几年后，他不仅建立了自己的投资组合，还实现了财务的稳定增长。在这个复杂的金钱世界中，每一个选择都标志着我们的成长路径。你会选择逃避，还是选择如张磊一样接受挑战，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来掌握这个复杂的世界？我值得更好的，我值得更好的生活，这句话是不是经常挂在嘴边，却没见你真正往着目标努力？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里，单凭空想，你真的配拥有更好的吗？我本可以我赢得更多，听起来很美，仿佛一种自我认可的高歌。但听这些，或许正是阻碍你进步的毒药。自我感觉良好常常让人陷入安逸，忽视自身的不足和市场的现实。据《行为心理学》杂志显示，高达 78% 的职场人明显高估了自己的业务能力和工作表现，而这部分人在职业竞争中的实际成功率不足市场平均水平的一半。你渴望高薪，却不愿加班；你梦想升职，却从不主动学习新技能。这不是矛盾的最佳诠释吗？在这场期望与现实的较量中，没有行动的期望只是一场空洞的自我欺骗。华强，一位销售经理，常自诩应得更多的认可与报酬。他常对团队说，我们值得更好的成果，但他自己却从未实际改进销售策略或增强团队协作。结果，在一次关键的项目投标中，因为缺乏创新和准备，他们输给了更加努力、准备充分的竞争对手。华强的失败不是能力的不足，而是自满的直接后果。他的案例是一个警钟，对所有满足于现状却又空有期望的职场人士的一次深刻警醒。反思华强的故事，我们必须问自己，我真正付出了多少努力，将这种自省转化为行动。不要等待机会的降临，要主动创造机会。无论是项目上的创新，还是工作流程的优化，当下一个挑战来临时，问问自己，我真的准备好了吗？不要让我值得更好的成为你停滞不前的借口。现在就是证明自己，通过实际行动赢得更好生活的时刻。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顶峰，但每个人都能比昨天更进一步。我已经很努力了。我已经很努力了。这句话你是否说过、听过，甚至信以为真？在今日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拼尽全力，但真相往往藏在一层看似无懈可击之下。到底，我们的努力是真实的投入，还是一种自我安慰，用以逃避更大的挑战和付出？我们常常宣称已经很努力了，这听起来像是对自己无情付出的肯定。然而，背后隐藏的往往是对现状的自满和对未知的恐惧。根据心理学研究，人类倾向于高估自己的努力与付出，因为这对未达到的目标提供心理上的安慰。然而，研究也显示，这种自我安慰实际上是进步的大敌，它让我们在舒适区徘徊，不愿迈出改变的一步。
我工作了10小时，我已经很努力了。真的吗？时间的长短并非努力的唯一尺度。真正的努力应该以结果为导向。让我们看看数据。一项涵盖500名职场人士的调查显示，那些自认为非常努力的员工中，只有25%的人在绩效评估中达到了优秀。反观那些实际获得晋升和加薪的员工，他们不仅工作时间长，更重要的是，他们确保每一分投入都高效、有目的。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李娜，一位销售部门的普通职员，她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总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但她的销售业绩始终平平。面对这一现状，她不断自我安慰，我已经很努力了。然而，在经过一次深刻的自我反思后，李娜意识到，她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处理低效的客户和没完没了的会议上，而非真正能带来转化的策略规划上。这次觉醒促使他调整了工作策略，专注于高价值的客户和提升个人销售技巧。结果令人瞩目，仅仅半年时间，他的业绩提升了50%。现在是时候对自己说，停止那些无用的自我安慰，回顾一天的工作，问自己几个问题：我今天的工作真正靠近目标了吗？我的努力有没有带来可衡量的结果？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你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是努力。现在，让我们将那些已经很努力了的借口抛在脑后，迎接真正的挑战，拥抱真正的成长。你准备好了吗？10，贫穷是磨练人的最好方式。贫穷是磨练人的最好方式。这句话听起来充满了哲理，似乎在赞美那些经历过贫困的人更具智慧和坚韧。但是，这种观点真的正确吗？或者它仅是一种美化贫穷的错觉，让人们接受自己的困境而不是挑战它？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贫穷确实能教会人一些生活的智慧，如节俭、耐心和坚韧。然而，将这些洗练视为贫穷的礼物，是对苦难的一种浪漫化。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长期的贫困不仅限制个人的教育和职业机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态。当我们说贫穷是洗练人的最好方式时，是否考虑到被贫困限制的那些潜能？贫穷如何洗练一个人？当他因为经济原因而无法完成学业，又如何洗练一个人？当他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而无法接受必要的医疗？长期的贫困状态还会限制了个人事业和发展能力。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儿童，其学术表现普遍低于非贫困儿童。这种差距有时延续到成人后的职业生涯，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巨大损失。现在，让我们反问自己，如果有机会，这些被贫穷洗练的人们会选择继续他们的贫困生活吗？他们是否宁愿拥有改变自己命运的资源和机会？李静，他是一位从贫困家庭走出的年轻人，曾被告知，你的贫穷是你的优势。但李静不接受这种设定的命运。通过获得奖学金，他完成了学业，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成立了自己的科技公司。今天的他用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贫穷从未洗练他，是机会和坚持让他走向了成功。让我们不再浪漫化贫穷带来的洗练。贫穷可能教会我们如何生存，但只有富足才能教会我们如何生活。是时候打破这个美化的错觉，为每个人提供真正改变命运的机会了。你准备好了吗？记住，改变始于觉醒。识别出这些限制性思维是你迈向财富自由的第一步。接下来，你需要采取行动。不要等待完美的时机，因为那可能永远不会来。从今天开始，哪怕是一小步，也要朝着你的目标前进。也许你可以从制定一个简单的财务计划开始，或者投资一些时间学习新技能。也许你可以挑战自己，接受一个看似复杂的任务，或者重新定义你对努力的理解。无论你选择哪一步，重要的是要开始行动。最后，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你是否曾经克服过这些穷人思维中的任何一个？你是如何做到的？或者你现在正在与哪些思维做斗争？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吧，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